小哥，你要不要一个县城的儿子就在附近基地烧个路接一下呗？呵，在基地不是挺好的吗？多少人想进去都没机会呢。可他只是个1米8的10多岁孩子，我不在的话他会怕吗？看在我伺候你这么久份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好好陪你儿子去吧。我不要儿子了，不要丢下我！这2盒罐头的货色还搞不清现在的处境呢。天启，我们现在去墨海市，表面伪装成正常车辆。明白。压缩饼干1块，净化水300毫升。距极寒灾厄降临已过去了半年时间，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清楚这场末日寒冬是如何出现的。但仅仅只是这种程度的灾难，还不足以彻底击溃我们。真正让人类文明崩塌的，是那些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灾兽。开火！以及被灾兽杀死后同化成他们眷属的人类。如今大多数人类只能躲在各个地区的生存基地和民间自发组织的营地勉力支撑。青瑶，你去休息吧，这些杂活交给其他人就行了。好的，有事马上喊我。喂，那边有什么东西过来了？哎，该死的，是那些眷属！青瑶，不好了，大批眷属正朝着营地冲过来了。所有人准备应战。不要让他们靠近，后面需要支援，围栏要被压垮了。北面防御线失守了，快躲进屋子里去！快跑啊！是苏清瑶。这个苏清瑶真是强的离谱。不要害怕，跟着青瑶把这群眷属消灭干净。弓箭手小心，2头眷属爬上去了。县长，西南方向约7公里处，检测到一处人类聚居点，正遭受灾兽袭击。这点破事也叫我每天被端掉的营地还少吗？该营地位于一脉星河冰矿的正上方。卧槽！你下次能不能把话一次说完啊？立刻出发！希望他们可别死光啊！哦，不对，都死了，只留下个苏清瑶，那可就完美了，又养眼又能保护我，而且，嘿嘿。话说回来，我挖的地下室什么时候变这么长了？灾兽？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从房屋里钻出来？那些眷属难道不是野生的吗？明明都已经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了。灾兽可不比眷属，这营地完了，趁这些人吸引他们的注意，我得赶紧脱身才行。这进不去，小心，饶命啊！发生什么了？果然没有什么是一发变频炮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那就多来几个。县长，营地内的灾兽及其眷属已彻底清除完毕，另外波及到了17名人类。无妨。喂，这是什么东西啊？房车？不对吧？这是哪个基地的大佬来救我们了吗？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这家伙未必是善茬。喂，你们不要靠得太近了。车上的朋友，感谢您救了我们所有人。不知您来到我们这偏僻的营地是为何事？确实是有点事，不过在这之前，能请你们把武器都放下吗？开什么玩笑！只是要我们放弃，他刚才根本就是在无差别攻击。舰长，检测到3人的情绪波动，已超出敌意值红线。清除。他要杀了我们！什么情况？听他的，都把武器放下。不用这么剑拔弩张，我们天启基地只是想和你们做笔交易而已。竟然是个这么年轻的小哥，你们有听说过吗？去哪听说啊？你手机还能上网不成？此地曾是我们基地的一座矿脉，既然你们在这驻营了，这矿你们来挖。这，你突然这么说？我说过这是交易，5公斤矿换取1公斤大米，怎么样？大米，我没听错吧？现在还有这东西吗？只要给食物，让我干什么都行啊！这是矿脉资料，标记的位置定为我们今后的交易点。我在那里备好了粮食和工具，作为你们的启动物资。这，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那么，亲友，别做傻事！你的物资和车我们都要了。你可想清楚了？要这一顿饱，还是以后的顿顿饱？什么顿顿饱啊？苏清瑶把我们当动物园原来是你这满嘴跑火车的家伙，还以为车上有同伙盯着我们呢。真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家伙，也不怕事后人家基地来报复。青瑶，快住手！他车上的武器肯定是能源耗尽了，想骗我们落入他的陷阱。他车上还有人。车上没别人，攻击他的是 AI 系统。对了，若是半小时内我没回到车上的话，他就会把整个营地彻底摧毁。是一个混蛋！既然如此，现在就带我上车解除指令。若是你敢做出任何小动作的话，我明白了。跟上去。他怎么又开始攻击了？该不会是 AI 车离远点吧？没问题吧？好久不见，齐寒，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刚才可是被你吓了一大跳呢，苏学姐。谁让你这么缺心眼的？那样毫无防备的走下车，也不怕被他们给阴了？试图阴我的人都化成灰烬了，倒是学姐，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这个待会再说。启航，你能送我回墨海市吗？矿脉的事，我可以让我爸派一批专业人士帮你采集。他现在是墨海基地的首领，这点事还是很容易办到的。苏叔叔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啊。不过，这点小事就不必麻烦他了，反正我也顺路，毕竟那里也是我的故乡。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这主动送上门的福利，我笑纳了。我操！我的女神要被留了！全把他给捆火吗？青瑶自主主张，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安心吧，只要你们好好替我挖矿，刚才所说的交易依旧作数。2个月后我会过来验收。哦，对了，劝你们别动什么歪心思，那玩意在你们手里和破石头没区别，只有和我交换才能双赢。他走了吗？老婆，快过来看看！大米真的是大米，他没有骗我们。什么？你真打算给他们那么多大米吗？这种毛矿出矿率很低的，况且我们基地也不缺食物。看你这样，似乎在里面地位不低嘛。学姐，你很好奇吗？放心吧，我还没不时去打听其他基地的机密。话说，你准备在墨海市待多久？看情况吧，到时候或许还有需要学姐帮忙的地方。不用跟我客气，今天要不是你来了的话，我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对了，能借用下你的浴室吗？没问题，衣柜里有新的浴袍，你可以拿去穿。太感谢了，我都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洗过澡了。舰长，对方的敌意值恒定为0，无波动，而且他对舰长还有其他的。我知道了。那么监测是否继续执行？不必，没有恶意就行了。毕竟这世道，人心变成什么样都不奇怪。真没想到
还能泡上这么暖和的澡。这也太好喝了吧！要是每天都能喝到这样的粥，就是认那个小哥做我义父都行啊！得了吧，之前你还说他是个恶棍呢。说起来，苏清瑶可是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啊！就是，真的活该被抓走。他现在大概已经被折磨得跪地求饶了吧？这也太幸福了吧！真不敢相信，现在还能吃到这些东西。多谢款待了。话说学姐，你怎么不在自家基地待着，反而跑去那偏僻的营地凑热闹？当时我带队去执行任务，在那边的粮库里遇上了一头王级灾兽。都闪开！这下总该死了吧？队长小心！快跑啊！连 RPG 都干不掉他，你们根本不可能是这玩意的对手啊！车怎么全被毁了？是谁干的？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正在迁徙的幸存者营地，于是我用1盒抗生素换来了在他们那落脚的条件。幸好你来了，不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基地。这么危险的任务，苏叔叔居然会让你去做？毕竟老八也想不到里面居然会有那玩意儿在。现在对应的是以往的夏天，确实得趁这个时候运粮。你要喝咖啡吗？居然就这样睡着了，真是的，到底谁才是毫无防备啊？哎，都说了不信谣不传谣，苏学姐的这群追求者怎么总是揪着我不放呢？哎，你们疯了吧？那里可要是连我们都覆灭了，你觉得他们可以躲得过这场灾厄吗？拜托了，怎么回事？天启，哎，女人？喂喂，那个男的怎么和空气说话啊？小女人想疯了吧？真恶心！总不至于大晚上见鬼吧？哎，还挺柔软的。哎，早上好。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你不记得昨晚做了什么吗？我们又没喝酒，干没干啥你难道不清楚？那谁知道呢？话说学姐，你要是真想找点乐子，现在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好像快到了吧？正因为快到了呀，学姐。啊，车费该付啦。终于回来了。是啊，基地在原来的城市2环，你这辆显眼包还是不要开过去的好。真是物是人非了，莫海市。老爸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吧？我们就这样走到基地吗？怎么可能啊！又一个基地被灾兽给摧毁了吗？没想到你在外面还私藏了一辆车。怎能叫私藏呢？这台车是我末世前买的，现在也就只能夏天开开了。站住！站住！哎，是苏大小姐，您不是已经……麻烦开下。恐怕您有麻烦了。啊，发生什么了吗？这个嘛，您还是先去找苏司令吧。知道了。我没看错吧？那不是苏大小姐吗？还活着？那个男的岂不是说谎真没跑？你怎么看带着男人呢？小点声，别给人家听见了。墨海市如今的居民只有极少数能进入基地，其他大多都转移到了附近居民楼里。越靠近基地，他们便越安全。我们也都有派人定点巡。青瑶，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呢。咦？又来了，啊，真是受够了。喂，青瑶对男人过敏，你好歹让我说完。对苍蝇过敏而已。哎，这家伙害我想起了些不好的事，一不小心没收住力。
留一口气在就行了。他这不睡得挺安详吗？这家伙谁啊？基地前副首领的儿子，我从来都没搭理过他。怎么，你不高兴了？你以为这是拜谁所赐啊？自从被人造谣我和你关系不一般，我就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不管是上课还是休息，还是苏大校长放过他，甚至是小朵，快给我刷大，我要跳5个。咦，怎么卡了？该死的！就你还想五杀？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家伙造的谣，我绝对饶不了他。是谁啊？好难猜啊。咦，进来。老爸。青瑶，天哪，我没有在做梦吧？你是怎么回来的？哪有那么美的梦给你做呀？舰长，刚才那红毛的敌意值已灵性无限。苍蝇都是这样的。那份恶意并非冲着舰长而来，其波动指向苏清瑶的概率高达99.97%。不是艾姆，而是敌视吗？这就有点意思了。对了，暂时不要浪费星源在这种非必要的地方，毕竟现在有些吃紧了。明白。呵呵，这路小子溜得那么快干嘛？我又不会吃了他。以前可没见你对他上心过。对了，小小来我们基地了。小小来了吗？我都好久没见过他了呢。他恐怕是峡州基地唯一的幸存者。峡州基地也被灾受攻陷了吗？没事吧？这事上面还在调查。不好意思。但据小小的描述，摧毁他们基地的似乎是一名人类。去死！你这个恶魔！你有病吗？住手！你们在干什么？你得给我一个解释。小小，你先不要动，到底怎么回事？我好心扶她起来，谁知道这疯女人像见杀父仇人一样，抽刀就砍过来。青瑶，她撒谎，她刚才故意借扶我的机会，把手钻进了我的衣服里，猥亵我。是这样吗？哼，我们先去医疗区。真敢说啊！猥亵！季寒，住手！你也配！C6区疑似发生暴力事件，速前往核查。苏大小姐，这位伤员是怎么回事？是我干的。该基地是不允许正当防卫吗？把伤员转移。至于这家伙，先关审讯室去。拜托你先不要乱说话，行不行？总之，这个人交给我来处理，你们回去吧。这，基地律法有规，苏大小姐，请您别为难我们。你先听他们的，我到时候再。苏大小姐，我可以当做你们在向我们天启基地宣战吗？天启基地，这小子是外面的人吗？你认真的吗？在我们这儿犯了事，就算你是其他基地首领，都得按规矩来。好教训下的小鬼，都急着投胎是吧？警报！专受突袭！看来有不速之客。又来了吗？请所有战斗人员迅速赶往 A 区集合。警报！灾受突袭！请所有战斗人员迅速赶往 A 区集合。快点！基地大门5分钟后关闭，外面的人快一点！看样子你们基地不太欢迎我。季寒，你和小小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先跟我。算了吧，苏大小姐。基地大门即将关闭，请尽快入内。苏大小姐，苏司令让您不要出。滚开！哦，吓死我了！从来没见过苏大小姐发这么大脾气过。算了，随她去吧，反正我们已经把话传到了。注意，基地大门已关闭，为及时入内，居民立刻撤离开阔地带，就近寻找避难点隐蔽。这也太多了吧！不好，不要让他堵住炮口！不对劲，这次的规模怎么会如此庞大？四队通讯中断，而且里面还混杂了不少精英灾兽。快撤！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有人放弃外环防线，立刻撤至内环。苏司令，外环可是有近100万平民啊！不能让士兵继续折损下去了。那些居民让他们自行隐蔽，但注意千万别扎堆，灾兽最喜欢人多的地方。发现精英灾兽，
咦，那不是苏大小姐吗？这简直强得不像人类啊！你不知道吗？她和超维序列因子的匹配度在90%以上，很早就在姚青博士的帮助下激发出了序列基因。90%以上，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我怎么总觉得这位大小姐像是在发泄啊？不要怕。还真是好久没回家了。哎，怎么会有开锁的声音？启涵，是启涵吗？晚秋姐。各单位注意，现在进入收尾阶段，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哪怕留下一只灾兽，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哎，接应车怎么会在这时候？去把通风管道打开。喂，里面是不是有人在求救？闭嘴，新兵蛋子！这里面只有眷属，没有人类。本次作战结束，各位辛苦了。这会是头一次被攻破外环阵线吗？恐怕伤亡也不小了。为什么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您的预感真准呢，苏司令。喂，他不是海江执法队的人吗？这是海江战区对您下达的批捕令，还请您配合一下。你们这些家伙！青瑶，你怎么会在这呢？苏伯父不是让你在基地待着吗？我们赶紧回去吧，别让他发现了。说起来，你不是后勤人员吗？算了。小心！该死，这下不可能活捉了。喂，意思下就行了，追上去你是不要命了。走吧。差点把他忘了。没想到这里就只剩晚秋姐你们2人了。现在你不也回来了吗？我真的好开心啊！抱歉，晚秋姐，我很快就要离开了。不过在那之前，我会把你们先安顿到基地。喂，你们看，这边有脚印。哎，在那里，快追！咦，速度快点。所以说，你现在是那天启基地的居民了吗？哎，这又是什么情况？要是启涵能用那台车，或许……不行，不能连累他。我说苏大小姐，这大半夜的，你鬼鬼祟祟跑到我家门口，是想干什么坏事吗？真是的，再晚些处理的话，这只手就废了。你怎么会被自己人追杀呢？恐怕是有人看到我活着回来以后，有些按捺不住了。按捺不住？海江手术的严副官，也就是那红毛的叔父，不知他为何一直垂涎着墨海基地，曾利用自己的权势将自己的哥哥空降到我们这来担任副首领，甚至在基地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虽说我老爸在极力压制着他们，但接连2件事还是让他们钻到了空子。一个是红毛的父亲莫名死在了基地内，至今没找到凶手；另一件事就是之前和你说的运粮任务。刚回基地的时候，老爸就提醒过我，我不在基地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是他让我将那些粮食私藏起来，否则去了那么多人，总会一个都回不来。粮食啊，这才是最要命的。对于那严副官来说，抓捕基地首领只需要1个理由而已。就算上面追问起来，这基地长久以来的遗声就是最好的解释。抱歉，之前答应让你家人进基地的事，现在恐怕……杰哥，阿伟，我稍微出去一下。好。叔叔，您可算是来了。我先去见一见苏司令。叔叔，叔叔，我可没有你这么丢人的侄儿。滚！
天哪，总感觉今天像是在做梦一样。哇，这肉好香啊！小心烫！你们好过分啊！趁我睡觉的时候偷偷做这么多好吃的，是吃东西也要付车费吗？我们也是怕影响你休息。你直接睡过去得了。真是不可思议，这只手似乎都快好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厉害的药，我对你们基地越来越好奇了。试探就不必了。虽说我不介意身边烧个暖床的，但冒险的事，可别指望我一点。你想多了。行了，你们快吃吧。好的，好的。唉，累死了，真搞不懂上面想干嘛。为了抓一个人，居然封锁了整个内环。哎，你是？为了抓苏清瑶，我们已经折损了9位兄弟。你们争权夺利，凭什么让我们买单？9位怎么行呢？你说什么？什么意思？10这个数字，不是好听多了吗？队长！刚才做了什么？太快了，都没看清。90%，苏清瑶，你逃不掉的。喂，那是什么？不要让他跑了！阻止他！闪开！连这里都有守卫吗？不可能就为了抓学姐吧？这也太快了！不行啊，根本拦不住他。你们真的要留在这里吗？果然还是不太舍得离开呢。而且你拿的这些物资，我们几年也用不完啊。唉。哎，喂，看那边！我靠，这个傻星怎么就回来了？什么傻星？那是义父，赶紧去通知首领。现在挖了多少矿？您不是说2个月后再？那点表层矿，用我给你们的设备，几天就能挖完了。我不来的话，你们都不打算动工了是吧？不，我这就去催促他们。大叔，有些人舍弃了未必是坏事。当时要不是看你比较顺眼，我都懒得提醒你。哥哥，你现在要回车上了吗？我们一起上去伺候您，怎么样？你这手劲按得还挺舒服，你一个人来就行了。手劲？原来您喜欢这种类型的，我给您叫一个。稍等一下。雨妹，过来一下。来了，老哥。这可是我们营地力气最大的女人了，合你胃口不？首领大叔，这位您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是我，青瑶，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等会儿再说，先带我去你的宿舍。说起来，你的伤怎么样了？应该没啥问题，就是有点奇怪，明明之前受了那么重的伤，现在却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哎，小心！启涵哥，我们现在是在回营地的路上吗？没错。算算也出来1周了呢。怎么，你难道不想回去吗？那肯定的呀，这几天是我末世以来最幸福的时候了。对了，你记不记得你们在迁徙途中遇到苏清瑶时的大致方位？哎，遇到苏清瑶的时候，具体位置记不清了，不过那里距离营地不会很远，以这车的速度，就在营地附近吗？那么顺路去拿点东西吧。苏司令，只要你把姚青博士的遗产交出来，你杀我哥哥的事就一笔勾销了。都说了他不是我杀的。老袁，你还是先去盯着那些灾兽吧。前几天的突袭，我总觉得像是有谁在指挥他们。少跟我扯其他的，别以为你背后有刘书手，我就不敢动你。红叶，别动。青瑶，你们想要干什么？快放了他！放了可以，看你配不配合。
小青瑶，再忍耐一下吧。话说回来，你这90%的匹配度，居然到现在还停留在宁书，真是没长进呢。哼！序列编码试剂放在哪里？我可没听说过什么试剂。总之，这是研究所的最后一间了。我之前答应过姚青博士，不会让任何人进去这里面。这难道是生物所吗？贸然上去，或许会触发自毁装置吧。应该就这些了。这不就是他的研究资料吗？还有几张都看不出来是哪国的文字。老袁，小心！你废物，害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你这混蛋！老八，快走！红叶姐，快闪开！快撤！要是这里坍塌就麻烦了。按照苏学姐所说，这里栖息着一头王级灾兽，不过也就相当于人类的感情吧。王级灾兽也有强弱之分，若根据苏清瑶的描述来看，这头王级灾兽大概率已达到了汇流。一般的汇流问题倒是不大，不过这转了半天也没看到那家伙。算了，他没在，我倒也省事。这亚克魔环收放的速度实在太慢了，若不是限制太多的话，用来作为战斗手段倒是很不错，可惜了。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不过这份名单倒是意外之喜。既然如此，这墨海基地，哦不对，这整个墨海市都没有用了。咦，首领怎么和其他人吵起来了？不给我们补偿的话，这是没完！早就知道那矿有辐射了。玩我弟弟！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小哥，你可算回来了。我原本专门挑那些无亲无眷、平时又不安分的家伙去下矿，谁知那些人一出事儿，个个都跑出来认亲了，非要我把死去的人粮食分给他们。喂，小哥，我老公可是为了你的矿死在里面了，我要点补偿很合理吧？启涵哥，这个女人3天2头换男人，可别被她忽悠了。说起来，光是这里就有好几个。他还勾引过我呢。你们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需要和你们讲道理了？说起来，阿杰，你怎么会来这里？可别小看曾经的技术宅啊，整个基地就没几个我看不到的地方。难道都是你干的？现在才反应过来吗？路帮你铺好都不会走，非要拖到现在。你以为这么久会没人知道你那些小把戏吗？不过是我让他们别管罢了。星王手机我只给了晚秋姐1台，这才刚走不久，她怎么就……晚秋姐，细寒哥哥，外面好多怪物啊！快跑！该死的，严副官这时候跑哪里去了？大家这样肯定会制造出王级灾兽血。喂，你小心！这新来的指挥官到底会不会指挥啊？可恶！司令在的话就好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哎，
苏司令，辛苦你了，接下来这里就交给我吧。洗清嫌疑了吗？太好了。严副官呢？被你家叛徒杀了。这里是50根超维试剂，你去寻些可靠的人来注射，融合试剂成功，他们便步入凝疏阶段。后续我有事要交代他们去做。要是失败的话，会死吗？启涵哥，这里面算我一个。哎，你确定吗？比起在灾难面前的那种无力感，我还是想赌一把。而且，要真有那么倒霉的话，就麻烦启涵哥目送我一程了。怎么回事？喂，你在弹药库干什么？别挡路！快进来，快！苏司令，不好了！基地内突然出现了好多眷属，避难楼里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什么？苏司令，我过去看看吧。避难楼一区清理完毕，暂未发现灾兽身影。收到。眷属没有感染能力，灾兽又找不着，监控还真是奇怪。没调出来吗？怎么会有头实验体在这里？罢了，你就好好闹腾下吧。各分队向内环分散收拢，立刻发射信号弹吸引那大家伙的注意，基地所有重火力待命。我家人就拜托你们了。放心吧，小哥，我对你可是彻底服了。不过之前的承诺，自然作数。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天启基地的编外部队了。收到。那么我们出发了。苏清瑶现在怎样了？她曾经救过我，所以……苏学姐吗？哎，你叫她什么？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怎么有种被你们耍了的感觉？这车可真是太棒了！等这边事情结束后，我们也该启程了。就算没有那个大家伙，这些灾兽数量也太惊人了。是精英灾兽，怪兽喽！儿子不要！青瑶，你们怎么来了？哦，对了，你等一下。这个给你。我们现在要去墨海福利院，一起吗？苏学姐，哎，那个婉秋姐，你们以后就待在基地里面吧。启涵的寄托就只有你们了，别让他担心啊。麻烦你们了。后面的3个家伙还挺可靠的嘛。诶，这个大门怎么变这样了？这里好像被袭击了。不是说连王级灾兽都被你们击杀了吗？这又是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了？舰长，检测到1成会流基因震动。
你确定那不是灾兽身上的吗？不会错，这种频率的波动，只有我们那边的人才有。到底是谁破坏了基地的防御系统？我正要去找你呢，苏清瑶。哦，你已经赶平了吗？不得不承认，你们这群笼中鸟的天赋确实很高。基地变成这副模样，全是你干的好事吧？这家伙以前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吗？真烦人！自从你们这群外面的家伙来了之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宁日子。你是谁？为什么会知道外面？那么，能请你先回答我，你们外面究竟来了多少人吗？行啊！好强，居然连汇流的白影都毫无还手之力。齐寒，哎，你认识这个人吗？比起在峡州基地碰到的那个金发鸟人，你完全就不够看吗？难道体罚是被你给？之前就猜到他应该很厉害，但没想到会可怕到这种地步。怎么，一提那鸟人就这么激动？那就再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吧。那家伙为了活命主动委身于我，对于这种要求，我自然是不会拒绝。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放过他。刚才那是什么？怎么可能？破虚的象征智能外放，总书的最新档案中，也就只有上京的女武神能达到这种程度啊！齐寒，抱歉学姐，刚战斗完，条件反射了。墨海市居然有一位破虚存在，而且他和青瑶……算了，即便我不通报，恐怕这事也瞒不住的吧。我刚才看到了什么？我之前还得罪过那个怪小哥，希望他别记仇啊。得了吧，你也配？本来还想低调当个普通人，算了，不装了，摊牌了。我可是正面硬扛过那黑衣小哥一拳的男人。哦，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太谢谢你们了！外面的灾兽已经被归来的青角队拦下了，基地内估计没剩多少头了。
把那边再加固一下。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情报资料，你回头交给苏叔叔。还有你那90%的匹配度，尽量不要让更多人知晓，否则那些家伙可不会放任你成长起来。学姐，你要离开了，对吗？毕竟我还在执行基地任务。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启基地吧？不过那些都不重要，现在的你足以让我仰视。即便你愿意，我也无法和你同行，但是我会努力跟上你的脚步。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至少不会再拖你后腿。舰长，收到来自东方月的全息通讯请求。哟，启涵，好久没联系了。东方月，能不能别一大早就来扰人清梦啊？东方月，上京女武神。你现在是在墨海市吧？听说你最近解决了几只老鼠。你们再不行动的话，恐怕就不是老鼠，而是蟑螂了。真是的，走到哪都能碰到那些家伙。启涵，我们交换下任务怎么样？交换？你去帮我查探鹰岛那边某个和外面有勾结的势力，毕竟我这张脸在他们那边，怕是小孩看到了都会做噩梦，再怎么乔装都会被认出来。相对的，我会去帮你解决掉西兰那个老家伙。你确定不和他们道告别吗？老爸还想再见见你呢。不用了，我不习惯那种场面，晚秋姐他们就拜托了。放心吧。那我走了。嘿，怎么样？植入语言过快。这位姐姐，你也不想车顶上那位继续受罪吧？对不起，只要你肯放过我们，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大妈，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你们偷袭我，现在还想让我奖励你，哪有那么好的事？你是这里的当地人，那么这玩意你不会陌生吧？我不知道，不要问我。舰长，他在撒谎。是吗？本来还想放你们一马的。不，我说，虽然我不清楚这东西的来历，但只要它出现在谁家里，那家就至少有一人会在第二天消失，而且消失掉的人，据说还会变成怪物回来找他们的家人。这种事在其他地方发生过吗？我们村里有个从东都逃难过来的女人，据说那里也有。行了，你们走吧。哎，在这里？不然还送你回家啊？接着！下去热热身吧。强大实力，银色的车，漆黑秀发，明亮双眼，帅气的面庞。错不了，他绝对是主公。那家伙怎么还没来？放
着撞碎冰封的浪，金属外壳泛着寒光，轰鸣撕开灰色天幕，暗处目光直沉落望。平原之上，白左右走，断墙阴影，斜负一响，能量激荡，撕裂长空，虚妄归于苍茫。系列出楼下冷光，一道轻影掠过车旁，某散窗后眸光流转，凝着说不清的念想。有人递来伴我温酒，双肩延伸的长路上，那些温度渐渐凉，血色之间两道寒芒碰撞，干跌巨物染路前方，穿心而过的一刹那，它成了身后的回响。冰层之下暗流翻涌，把背影升起为城墙，冲破最后一道冰壁，古老轮廓遮住天光，瞬间风霜，身后光，希望不甘的寻常，陷入冰面，深入流光。主公，县长，对方没有问题。是东方月安排的人吗？他也没和我说啊。主公，凌霜家长女凌霜姬乃参见主公。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咦，是要对暗号吗？父亲没有跟我说过啊。父亲？是啊，他当时说。姬乃，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去处。你往后要侍奉的主公是一位强大又帅气的男人，他10天后会开着一辆银色的车在七川筑的驿站等你。你有他的照片吗？对哦，我的手机已经坏了，稍等下，我给你画一张。画好了，大概就长这样。主公，你看，和你一模一样吧？县长，他没有撒谎。虽然我知道不是那个意思，但还是感觉有被冒犯到。总之，这是个可以好好利用的笨蛋。哇，好暖和啊！理财宁叔就这么耐寒吗？真省布料啊！从小我们都是这么训练过来的，习惯了啦。这几天一直在找主公，带的干粮都吃光了呢。会做饭吗？冰箱里有食材。这难道是主公对我的考验吗？一定不能让他失望。我开动了。我还是去吃素食品吧。我们已经没有子弹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等一下。有线索了吗？主公，我难道长得很吓人吗？为什么他们一看到我就要跑啊？这几天遇到的人全都是这样。你那么冒昧，别人肯定会被吓到。我之前不是教过你了吗？要用真诚来打动他们的内心。原来如此，不愧是主公。最近你们这边有谁家里出现过这个吗？我要是告诉你的话，可以多踩我一会儿吗？啊！够了够了！我说，这事才刚发生在隔壁镇上。你们要干什么？是你要干什么吧？你们这些忍者，竟然还敢大摇大摆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边秋亭的人，你一个都别想带走！别以为你是个女孩，我们就会放过你！别跟他废话，干掉他！
还来吗？虽然不知道那小姑娘是谁家的忍者，倒是替我解决了不少麻烦。姑且算是我家的吧。昨天才被我们干掉了一个忍者，今天还敢来，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一半人可都是鬼兰高校毕业的。干掉一个下忍杂役有什么好得意的？一群连个小女孩都对付不了的废物。抱歉，之前误会你了，我们以为你和那些扔令牌的家伙是一伙的。我是没关系，反正也把你们揍了一顿。给我准备一间安静的屋子，这个人我先带走了。哎，为什么？我带他去做点什么，还要和你汇报不成？就这样让他带走吗？他可是一个人制服了那个忍者，而且看那小姑娘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明显不是个好惹的家伙。仔细一看，那混蛋长得还真不错，果然是想干那种事吧？切，玩的真花呀！金南，你就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是，主公。把你的组织背后的势力，以及和外面那些家伙有关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就是个普通的忍术世家。舰长，他撒谎。还想再体验一次刚才的感觉吗？我们是苍幽。主公，怎么样了？看样子只是条小鱼，不过……怎么回事？那个猴子不是……那个主公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哟，哦，总之先来一下吧。你为什么会知道？抱歉，之前误会你了，我们以为你和那些扔令这牌的家神态伙是一伙的。被调包了吗？去死吧！原本你好好配合我的话，还有活命的机会。金南，走了。是，主公。我真的不能再说了，求求你。他说的是实话。绳子松了。怎么回事？镜环被破坏了？不对啊，那玩意儿暴力取下的一瞬间就会引爆，这风平浪静的。不管了，就用镜环解决他们吧，大不了损失一个中人。至于吗？我平时还是挺注意卫生的。怎么没炸？还带岩石的吗？想看烟花吗？现在别人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可以好好交代了吧？要是还敢撒谎的话，是，主公。队长，海斗少爷确认遇害。至于左前间齐娜，所有人都说他和那2名外来者一起在爆炸中丧生。海斗那个废物，连监察都做不好。不过再废物也是我们本家的人，这笔账必须有人来还。该不会是在指我们吧？快逃啊！这个组织前身是鹰岛的末流忍者世家黑斩一族，但就在末世后不久，他们将自己改名为苍幽，并且开始强制招揽鹰岛的其余忍者家族。强制？没错，顺从他们的忍者会被植入一枚微型窃听炸弹，以便掌控。
而反抗的家族大多都被灭门了。我怀疑我身边这个女孩原本也是被她父亲安排到谁那里去避难的。他们凭借什么？实验体。果然是这样吗？那块令牌，你们以为它只是定位器，但它真正的作用是通过生物微波感应与特殊体质产生共振，精准找出适配的实验体。而且，对于那些异化缓慢的实验体，他们会当面将其家人斩杀，用来刺激对方彻底异化成为一头只有杀戮本能的人造精英灾兽。至于这背后技术是谁提供的，不用多说了吧。不愧是你，这么快就摸清对方来路了。既然任务完成，我就先回龙州了。在这异国他乡待着，总觉得不太习惯。这家伙每次都这么急忙的挂断。算了，先把这事告诉老爷子吧。鸡奶，感谢你这段时间的协助。那么后会有期。舰长，是东方月。启涵，我之前话还没说完呢。又怎么了？你得帮我把那个叫齐奈的女人保护好，到时候将她移交给我。你怎么不早说？我都已经快要出鹰岛边界了。哼，谁让你经常都不听人家把话说完呢？对了，有空去一趟他们东都的总基地，再帮我带个人回来。东都总基地？你确定是带人而不是抢人吗？对你来说没区别吧？况且对方本身也是我们龙州的人。不干。西兰那边的星河你都还没给我带回来呢。只要你肯帮我这个忙，那最后那颗星河我也会陪你一同寻找，调动3、5个基地的人手供你使用。成交。唉，每次请你帮忙的代价可真大啊！要不我们结婚好了？就算结了婚也是这个家。父亲不在吗？家里发生什么了？在这儿守了几天，原本都打算要离开了，却没想等来了2条大鱼。小心！是精英灾兽。主公，这就麻烦了。唉，罢了。就算齐奈出了事，也是东方月话只说一半的锅。先去东都吧。嘿，昨天那只大灾兽，一斧头砍他翻跟头。今天又来2只小的，一脚一个踹成球，踹成球，踹成球。跳得真好，桑鲁。嘿嘿，这在我们那儿都是基本操作。我记得桑鲁是科多瓦人吧？是啊。那已经是回不去的故乡了。再来一段。桑鲁，不好了！哦，基地那些家伙又来了。我去看看。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把那2个孩子交出来。不行，我不能让你们把他们带走。齐松，哟，桑鲁，上次带给你的酒好喝吗？还不错。不过你们今天若是来要那2兄妹的话，恐怕就白跑一趟了。桑鲁老弟，总队长说了，只要你把那2人交出来，就给你10个基地名额。要知道，在鹰岛总共才4个基地，除了那些权贵和我们这种炮灰，也就只有像你这样的序列强者才有资格进去。你们回去吧。那些东西是准备给我们的吗？用2个孩子换，这也太划算了吧！有衣服还有吃的，村里多少人都快熬不过去了。要是有这些，你考虑考虑吧。我们今晚就驻扎在这里了。通知2队、3队，
把村庄包围起来。嘘，我带他们去月守镇，只有得到那位圣女的庇护，才能让他们活下来。快，不然天亮就来不及了。这是什么？房车！行了，伤到那俩孩子可就麻烦了。倒是小看了桑鲁，他难不成是赶贫？县长，我知道，一味赶贫，在被人追杀吗？哼，就知道那些家伙不靠谱，连2个小孩都抓不住。正好刚突破到汇流，就拿这辆小破车来给我开开荤。糟了！什么？刚才那个叔叔飞走了耶！这车什么情况？撞到减速带了吗？是外面的人。啊？是那个外面的。没错。小哥，误会。车上的被动防御都给你打出来了，还在这儿胡扯。不过就算真是误会，单凭你是从外面来的，我就没理由放过你。你知道外面？好厉害！小哥，外面的那些家伙为什么要追你？外面不知道吗？那算了。他们要的是这2个孩子。总机币那边好像要拿他们做什么重要试验，所以我现在必须把他们送到号称绝对中立的月守镇，那里有樱花圣女长严禁一切争斗。好了，我们继续出发。要是那位厉害的大哥哥能载我们过去就好了。行了，要不是有那小哥的话，你俩恐怕都要被抓走了。哦，那里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月守镇了吧？那镇子没有任何防护屏障，仅凭一人之力守护那里。这所谓的圣女，大概率是破虚存在。停车！县长，需要处理那几个减速带吗？不用，正好下车活动下。你这车要去月守镇吗？不，路过而已。这一路你有没有看到过带着2个孩子的科多瓦人？有啊。你干什么？杀他！唉，这里悠哉是悠哉，不过当初扮演圣女真是失策啊，跟别人说话都要细声细气的，真不适合我。要不换个地方重新扮个什么角色好了？怎么可能？破虚！没办法了，傲气，溜之大吉！真是的，这些鹰岛人尽喜欢耍些小把戏。原本是来断掉那桑鲁的退路，没想到这月守镇竟成自己的退路了。嗨，月守镇内禁止打斗。县长，是外面的。圣女救我！你不要过来啊！圣女，你快阻止他呀！没看到我被打成这样了吗？我是圣女，又不是圣母，你还想让我去跟他拼命不成？见死不救也能叫圣女吗？这破圣女，老娘不当行了吧！时间差不多喽。
没有，清理你们这些外面的家伙，不过是契约条件罢了。外面契约条件？难道？等一下，我是元泰战系的。元泰战系的人？不可能。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自己是偷渡来的，但外面现在发生了一些情况，通道口目前由守序者掌控着。他没撒谎。说清楚，怎么回事？都对了。小哥哥，在这之前可以告诉我，那3位精灵族月面奇拉，波尔族至主秦，机械族皇女天启，您是哪一位的载体？天启大人。元泰镇系班提亚承建器主。又来？你们鹰岛人这么喜欢认主的吗？哦，不对，你也不是这里的人。什么人？要干什么呢？抓起来！西兰老头，快滚出来！龙舟女武神，我们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这是什么意思？西兰，你截胡了我家那位的东西，他联系了你几次，你都已读不回，今天就别怪我来强取了。狂妄！嗨，启涵，这老家伙已经把星河交出来了，看上去应该没有受损。凭他一个在破絮里垫底的家伙，也不可能伤得到星河。那么，这家伙要怎么处置？随你吧。这样一来，就只差最后一颗星河了。就是这样，每次都不让人把话讲完。西兰，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什么？你拿了陆启涵的东西，今天若来的是他，这座城堡一个活口都别想留下。输给你我认栽，那姓陆的小鬼又算什么？还记得西岸盟那3位破絮在同一天离奇失踪的事吗？你以为那是谁干的？念在你对付外面那些人还算卖力，这件事就此作罢。爸，这段时间有事尽量安排其他人，我现在要去鹰岛一趟。终于到了，那不是……啊，小哥，你怎么也在这里？明明有来这里，也不愿意载我们一下。好了，小哥，我先进镇子找那位圣女，求个落脚的差事。这俩孩子都快冻得受不了了。你找我吗？哎，你们就住这一栋，怎么样？太感谢你了，圣女。我已经不是圣女了。哎，今晚我就要和器主，和小哥离开这里。这镇子地处偏僻，很少会遇到灾兽，你在这里自保不成问题。那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呢，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到汇流了。毕竟这又不是游戏，需要慢慢升级。只要找对感觉了，每个人都可以快速突破到接近自身的上限。理论上，只要匹配度够高，一夜之间从凝疏到破絮也不是没有可能。启涵，我……器主，我收拾好了，走吧。女人的声音。你在鹰岛那边似乎过得挺滋润嘛，启涵。哦，他是……信话信号也会不好吗？哟，小哥，要来喝一杯不？说，你们把我父亲带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尽还，他们本家的中人我都见过，这个女人不是藏幽的。你们是散忍吗？不，
我们都是被苍幽所迫害的残存者，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复仇，集结在这里，好为幽禁。怎么样，黑斩？这台苍华蓝戟还只是那机械族守卫的克隆体，若是能够操控其本体幽影灵视，就算同时对付几个破絮都不在话下。那你也太小人破絮了。那幽影灵视还有残存的意识，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动用。只有天生神经同源的共鸣体才能强行接入腹血，彻底抹掉他的自主意识。所以就拜托你和苍华蓝戟一起去趟月守镇，带回那两孩子了。这是我亲手酿的家乡酒，滋味虽淡了许多，可每喝一口，都像是触到了万里之外的故土。真希望这场寒冬有结束的那么一天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这不过是些预制食品罢了。龙州美食，放眼世界可都是独一档。龙州是气主的故乡吗？最后的机会已经给过你了，桑卢。刚才那是什么？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家伙身上有一丝机械族的元心波动，但又有些不对。他过去的方向好像是月守镇。不管他了，先去他们总基地要人吧。发生什么了？妈呀！圣女那儿被炸了！快躲起来！快下去！快！破絮强者不可能就这么死了。不在这里吗？就是这儿。昨天我亲眼看见圣女把他们安排进了这间屋子。感谢。哟，齐松。你们来晚了一步，那俩孩子已经和圣女离开这里了。是吗？那不介意我进去坐坐吧？喂喂，我都说了，他们离开了吧？龙舟一路风云变，残阴落尽不复开。久违了，阴岛的蝼蚁们。龙舟女武神，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原本只是路过。却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目标之一——苍幽首领黑斩隐寺。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猜？齐松，给我站住！该死的，我们分头跑！
连智能都掌握不好，你这破絮估计也是被硬拔上来的吧？苍华蓝击，趁现在！龙舟女武神，简直恐怖如斯。该死，偏偏这个时候没油了。三罗，一不小心用力过猛了，差点没压制住。终于体会到你那时候的感受了，齐寒。这一路倒还有意外之喜。虽说现在不缺星源，但这星河冰矿自然是多多益善。气主，你可得补偿我呀！那矿石辐射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其中的崩块立体，对我们破絮的智能损耗可大了。话说回来，你的智能似乎偏向于辅助一类的。外面不知多少人争着巴结你这所谓的辅助呢，也就气主你会把我的智能拿来按摩用。好了，吸收完毕，继续出发。boss，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孩子，你想成为英雄吗？去，该死的！都说我已经不当忍者了，这些家伙还是不肯放过我。都这时候了，亏你还笑得出来啊，宗言。幸好吉乃当时没和你在一起，看样子八成是迷路了。前方海域40公里处发现大量灾兽集群，正高速逼近基地，请战斗人员迅速前往基地东门集合。哟，兵哥，你们运气真是不好呢！刚运输回来就遇到那些家伙。你们也辛苦了，好好睡一觉吧。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怎么回事？地袭！地袭！去死吧，藏油的杂碎！看来和东方月说的一样，有其他势力闯了进去。原本还打算跟他们先礼后兵，这样一来倒省事了。先礼后兵，气主你是那种人吗？哼！怎么，我还不够和善吗？走吧，班吉拉。是班提呀！入侵者明显是冲着那群忍者去的，这些家伙平时不让我们靠近禁锢区，出了事就把我们拖下水，真不知道首领干嘛要跟他们合作。刚才有人过去了。这个新来的原来那么强吗？行了，快进去救人！父亲，基乃，应急电源已接入。果然是这群余孽，看来基地里早就被他们安插了内奸，加派人手赶往禁困区。让那些孩子去解决他们，
不就行了吗？怎么样呢？怪物去！你在干什么？快让那些灾兽住手！还不明白吗？交易结束了，不论是苍幽还是你们，是实验体，他们怎么敢？月姐，你休息吧，这些小家伙交给我就好。东方月自己都来鹰岛了，还要让我帮忙接他这个表妹，真搞不懂。舰长，这座基地有7个外面的人。我知道，这不是让班提亚去处理了吗？黑斩幽鹰。往日里你对我的照顾，我可都记着呢。你不过是我们苍幽的一条狗，要是杀了我，你……去那儿，你继续，不用管我。主公，结束了。你的锦环呢？调律者班提亚，有你这样见面就打人的吗？确认过眼神，是敌对的人，那他废什么话？齐奈，你对这里应该比较熟悉吧？嗯。那麻烦你去帮我找到这个人，然后带他到外面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没问题。那个主公，你这次不会再丢下我们跑了吧？嗯。正好他俩打包交给东方月，就算完成约定了。接下来，天启，锁定那几个外面的家伙。1、2、3。运气不错，一次就成功了，辛苦你了，黑斩。怎么回事？拿弓的混蛋，打不过鸡奶就对我们动手！不愧是我女儿，竟然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刚才那是……不跟你玩了。本以为黑斩不在，这里已是囊中之物，
竟又来个班提呀！明色音，外面那么大的动静，是你搞出来的吧？少废话，把幽影灵师的控制权交出来，我可以不杀你。别耍小心思，没有破虚智能的输入，哪怕意识被覆盖了，你也激活不了它。那还真是多谢提醒了。你不是已经不做做样子给领你们的看，你又怎么会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呢？我们动作得快一点，龙舟女武神极有可能会杀过来。之前用替身术骗过了她一次，下次可未必能这么走运了。难得你也有害怕的时候，那就赶紧用你的智能去激活她吧。秦岚，表姐，他们在说什么？龙舟女武神。陆启寒，原来主公是龙舟人啊！齐奈，你和秦岚先回龙舟，到时要麻烦你指证那些家伙的罪行。至于之后要跟我还是陆启寒，都随你。都末世了，有这个必要吗？谁让老爷子是个讲究人呢？无所谓了。主公，秦乃啊，刚才那一击我就知道是你。齐乃叫那个人主公。吉乃，你喊这小哥主公是怎么一回事？咦，不是父亲您让我来找主公的吗？看来你被人忽悠了呢。这位才是我给你安排的主公。喂喂，你那一脸嫌弃的表情是几个意思啊？总之，我事先已经答应了人家。正所谓一臣不是二主，你现在赶紧过来认。我主公可是破虚哦。认识一下，这位长岛叔叔。吉乃，你今后要好好侍奉你这位主公，别给我们凌霜家丢脸，明白吗？嘿嘿。喂，凌霜家的，赶紧撤了！杀了我黑斩家那么多人，还想走？黑斩隐寺，不是说他死了吗？快走！好不容易才解决完这群灾少，这又怎么了？不管了，这基地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我们顾好自己就是。那群入侵者能主动离开是最好了。该死，这2天怎么尽遇到些怪物？那离谱的家伙究竟是谁？那个，请问需要帮助吗？切，滚开！你有病啊！怎么到处都是破虚？替身？龙舟女武神！天哪，她怎么会在野鹰岛？你在找他吗？什么情况啊？那孩子在哪里？桑鲁，就算告诉你，现在也晚了。少废话！
黑斩，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混蛋！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混蛋！意识融合失败了，可恶，就差5%而已，只能试试看了。幽影灵士，把这个入侵者干掉！丧路不！哎，主公是龙州人吗？那是什么？这是之前那个……不对，颜色好像不一样。他们还真是喜欢整这些玩具呢。连太，我现在就把你救出来！救？为什么？我现在可是英雄啊，桑罗，你不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吗？你在说什么？舰长，那是我的族人，不过基本上只剩下一具躯壳了。该不会……他是这么打招呼的，那么身为机械族皇女的你，又该如何处置他呢？机械族战士无惧死亡，请舰长与他解脱。主公，你在和谁说话呢？对了，破絮之下是感应不到天启大人的。进来，快走！连太，快住手！桑鲁，你看，这就是我的力量。这笑声简直像极了欠揍的小鬼啊！快走，快走！来，去吧。我们真的不用去帮忙吗？对你和黑斩来说，那铁皮的威胁的确很大，但在启寒面前，他就是个小萝莉罢了。为什么？我是英雄，我只是想保护大家，你们为什么都要阻止我？沉浸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中肆意妄为的小英雄吗？连勇士都没当上，就先一步成为恶龙了，当真是少走几十年弯路啊！连太，抱歉，小哥，这家伙能交给我吗？是你，让开！拜托了，就当看一场免费表演，怎么样？1分钟。哎，你给我半壶酒，我还你1分钟时间。时间一过，你要是还不死，我可就动手了。那我只能争取死快一点了。桑鲁，不要过来！不行！那个部位是……天启大人，舰长，拜托了。那么，帮我压制一下智能，可别让他突破临界点了。这样也算是由你亲手了结自己的族人吧。主公，解决掉那家伙了吗？上车吧，我们回龙州。好久没坐你的车了，真怀念啊！发生什么了？是什么？那该不会是灭世级灾兽？为什么会出现这东西？上车。
青瑶，启寒给我们的这份资料，你自己都还没看过吧？之前只顾着提升实力，差点都忘记了。墨海基地指挥部，请讲。什么？这东西也太恐怖了！难道连破絮都对付不了他吗？通知西岸盟全境，全体进入1级战备，启动灭世级灾兽应急预案。鹰岛看来要完了。明色鹰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把这家伙给放出来了！这下麻烦了啊！灭世级灾兽在这无制空域中，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他。鹰岛那边已经被他摧残的差不多了，而且那家伙现在似乎正在朝龙舟方向过去。父亲，祭主，现在怎么办？那头灭世级灾兽……什么怎么办？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呗。可是，你确定有比你个子更高的吗？启寒，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家伙正朝龙舟方向前进，老爷子已经让上官凡尘去牵制他了。接下来，必速靶向灭杀弹。那是什么？针对灾兽专门研发的特制武器。那玩意儿表面威力并不大，却可以瞬间破坏灾兽体内所有细胞。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启寒，根据外界的资料来看，灭世级灾兽在我们无制空域是直逼领域的存在，让凡尘去会不会太冒险了？那也没办法，东方月不擅长牵制。至于陆启寒那无利不起早的家伙，你们指望他去冒这个险？施主，请助我一臂之力。瞬间就能秒杀王级灾兽的避速弹，竟然完全无效吗？阿珍，通知龙舟，哦不，通告全世界，即刻起启动全球特级防御响应。议长，即便如此，西岸盟那些家伙恐怕也只会冷眼旁观吧？不，我说的不是这头灾兽。上次一同作战，还是在末世伊始的时候吧？早忘了。真怀念以前那个单纯可爱，光是站在我身边都会害羞的男孩呢。要不你恢复一下？二位能否晚些再调情？小僧感觉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准备好了吗？开弓可就没有回头箭了。看来悠哉的日子要彻底结束了。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起来，那是错不了，有人突破领域了。
而且还不止一位。秩序的天平被打破了，这下有人该着急了。智能潮汐突破临界点，无质空域诞生出了领域。开什么玩笑？有没有可能是那3位？不可能，他们没理由暴露自己。所有人，立即停止无质空域的一切试验。在原世界下达正式指令前，尽量隐藏，切勿暴露身份。一下冒出来2个领域，还是横族的，这2人要是去了原世界，还不得把天捅破啊！坂提亚，在，你和元泰镇系那边有办法联系上吗？我是在守炫者强行接管通道的时候趁乱偷渡过来的，根本来不及构建跨界锚点。这样吗？那些守序者是怎么看待我们横族的？我也不清楚，主张把你们卷入战争的是他们，现在要保护你们的也是他们，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无法威胁到原世界的基础上吗？原世界现在有多少位领域？新构镇系3位，守序者有2位，但是守序者那2位，据说随便一位都可以力压新构镇系的3位领域。至于元泰镇系，系主你是知道的。才这几个？浩瀚寰宇中，一座以人族为核心、万千智慧族群共生的核心疆域——安朵莫达。这里是人族与异族共存的中心，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是秩序与混乱交织的边界。疆域之内，无论何种文明与族群，皆遵循一套通用的底层实力规则：智能、能量层级、物质掌控、能量转化效率，共同决定族群的发展上限与文明高度。这是跨越种族、疆域与文明形态的铁律，也是衡量一切存在强弱的根本标志。开拓纪元末期，疆域飞速拓展，一个素来低调的族群横族悄然浮出水面。各族震惊发现，横族成年成员无一普通个体，实力最低皆达凝殊层级，且同阶智能强度远超其他族群。这份天赋瞬间让各方产生强烈危机感。很快便有人提议，趁横族人口与资源尚且薄弱，将其彻底扼杀在萌芽之间。然而，当某个强大种族不顾疆域公约，率先对横族发动攻击时，横族的真正实力才彻底显露。仅不到1个星期日，他们便将这强大种族彻底击溃。也正是这一战，让几乎所有族群都站在了横族的对立面。面对万千族群的施压，后经疆域守序者调停，横族虽逃过灭族之灾，却被放逐至疆域深处。远古时期用以关押星域重犯的复制隔绝空间——无质空域。随着星海流转数季，安朵莫拉的族群早已渐渐忘却当年被他们放逐的种族。然而就在此时，疆域外某个被称作死寂星域的空白星域深处，一片被时空乱流层层封锁的闭闭空域之内，竟骤然涌现出大批诡异生命体。它们强悍无比，出生便具备凝殊层级的智能强度，性情残暴嗜血，所过之处皆成废墟。安朵莫拉瞬间陷入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生存危机。危急关头，众族群不约而同想起了那片能彻底隔绝一切智能的无质空域。在那里，即便是领域级踏入，也会沦为普通个体，而那些怪物自然也无法例外。经众族群紧急商议，最终决定将封闭的域口彻底开启，引导那些怪物大量涌入无质空域，以此分散攻势，缓解眼前的灭顶压力。就在众人松了口气时，一个致命疏漏被彻底忽略。这道万载长壁的域口一旦完全敞开，外部疆域的深空低温与微量智能因子便持续涌入无质空域。低温带来域内骤冷，也让部分天赋出众的横族人类重新感知到智能的存在。这便是极寒末世真正的开端。然而风波并未平息。不久后，安朵莫达出现了一批试图借助怪物基因突破自身智能上限的势力，且已有不少人实验成功。很快，安朵莫达分裂为3派：拒绝融合基因的元泰镇系，接受融合的新构镇系，以及保持中立观望的守序者。随着新构镇系的实验越发疯狂，他们以控制怪物数量、减轻横族压力为借口，驻守在无质空域通道口，暗中却将魔手伸向了横族。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万载前的誓约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又停电了吗？终于到了。
可惜了，原本去鹰岛找你，还打算一起去哪儿放松放松呢。总之，尽快安排人去寻找星河吧，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跟我来一下，有个礼物给你。咦，你什么时候？你曾经提到这玩意儿的时候，我就立刻派人去搜寻了。怎么样，惊喜吗？谢谢，帮大忙了。虽说现在时间紧张，不过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吧。气主，他不和我们一起去极地冰壁吗？东方月忙完就会来找我们，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去一趟墨海市。金乃，你到时候就留在那里。为什么？跨界入口所在的极地冰壁，那里的深空低温辐射，你这汇流细致根本无法长时间承受，而且灾兽极多，连王级都不在少数。即便是破絮都不敢深入其中，这也是那片区域被列为人类禁地的根本原因。毕竟这是智能因子稀薄的无质空域，要是放在外面，凝数就足以抵御这种深空辐射了。这样吗？那我去外面是不是可以飞天遁地啦？是这样没错。好厉害，太强了吧！站住！姑爷回来啦！那就是姑爷吗？我第一次见呢。你们刚来基地的吧？你不知道，当初姑爷可是一人将兵卫的基地。姑爷，您还记得我不？当初您跟苏大小姐回来，也是我在这儿站岗。哦，是你啊。对了，姑爷是什么鬼？基地最近吸纳了不少新人，总有些不长眼的想去靠近苏大小姐，于是苏大小姐前不久干脆就摊牌了。摊牌什么？还能是什么？你们末世前不就是夫妻了吗？啥？那我先回去站岗了，姑爷。苏清瑶真是造的一手好谣啊！等等，那时候该不会也是他？主公，我在这里怎么跟大家沟通呢？哦，对了，一会儿让天启给你植入个语言模块，应该就可以和我们。小心，是破絮！这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下不会给你拖后腿了吧？去极地冰壁堵门也算我一个。你也知道，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面也没啥好隐瞒的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里的？西安盟盟主赫纳利亚。从一开始哦，这么长时间以来，辛苦你为我们提供这么多情报了。你说什么？天狗，你这个叛徒！天狗，你传点假消息回去，别让他们察觉我们接下来的动向。是。启涵哥哥，启涵，晚秋姐，陆启涵，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苏叔叔，我们在外面等你。真是不得了的家伙！这段时间因为你的事，我的电话几乎没有一天是消停的。我现在还记得海印书手听到你名字后那结巴的样子。基地现在似乎挺不错啊。那些势利眼听说你和青瑶关系不一般，物资都优先倾斜给我们了。加上青瑶如今一人都能抵上一个基地的战力，能不好吗？唉，虽然想和你多絮叨絮叨，不过还是等你们回来再说吧。现在全世界的强者都在赶往极地冰壁，我还能拦着青瑶不让去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一会儿就走吧。嗯。小肚子。
启寒，千万要小心。季奈，放心吧，主公，我会保护好他们的。启寒，那位机械族皇女在哪儿？我都还没见过她呢。她正在融合星河，一时半会儿怕是醒不过来了。融合？这么说，他们为了分散灾兽攻势，早已不顾横族存亡，因此你的真身必须在通道开启时立刻冲入中轴将其摧毁，彻底关闭这唯一入口，绝不能让灾兽进入无质空域。拜托了，天启。这就是通道中轴吗？看来真是这样啊！机械族果然就是横族了。不好，要被通道强行排斥出去了。你们两个追过去看看。再往前走可就要被吸到无质空域了。你没发现外界的智能已经开始慢慢涌入里面了吗？你们两个破序到那边再怎么被压缩智能，自保也没问题。你自己怎么不去？好了好了，明色烟，我们走吧。难道这里的空间支撑不了领域级智能潮汐，无法屏蔽就只能分解吗？那些家伙确定会来吗？情报显示，新构阵系已与守训者达成协议，要清剿我方所有序列强者，再关闭通道，从而阻止无质空域诞生新的强者。还真是恶劣啊！就算他们成功了，接下来打算把这末世的烂摊子扔给那群普通人去处理吗？人家没想对横族赶尽杀绝，说不定还要让你谢谢他呢。破序级，死神幽摩尔。这是第几个破序了？横族在那样的地方居然还能诞生出这么多强者，这个种族的威胁简直比灾兽还要大得多。破序级，糟老头西兰。破序级，墨海剑圣苏清瑶。这个女人我知道90%的匹配度，那可是被列在边杀名单里的。90%！天哪！准领域赫纳利亚，准领域上官凡尘，二人皆具备短暂提升至领域级的手段。他们就是智主和月莲的载体吧？当初智主推演并预言横族崛起是必然事件，并且灾兽危机需要依靠他们化解，于是力排众议，和机械族皇女的好友齐拉一同进入无质空域帮助横族。可惜了，那里承受不住他们的领域智能潮汐，结果智主冰解，月冕融灵，两人只能同机械皇女那般，意识依附在匹配度高的横族人类身上。咦，没了吗？这次行动的导火索，那二位领域级怎么没看到？这两位，就算你们认得模样，一旦被他们遇上，结局都是十死无生。来了！龙舟的领域级是一个小鬼。小声点儿，你不要命了？那可是当初把西安盟高手杀到断层的狠角色。是啊，西安盟现在是敢怒不敢言，恨他恨到骨子里去了。启寒哥哥！哦，这就是你们说的恨到骨子里。汇流级及以上跟我们一起突进，越深入冰壁腹地，深空辐射越强。你们可按自身情况选择停留节点。汇流级以下留守此处，敌方同样受深空辐射影响，
实力越弱，越会急于冲出冰壁。你们就负责狙击这些漏网之鱼，并保障后方补给。好了，出发。还是人吗？太变态了吧！介绍，据舔狗他们的情报，横族之间内斗激烈。当前都在固守各自领地。全员就位。他们还没适应这里，揍他们丫的！竟然有埋伏！其他人都被通道排斥出去了吗？当初连那天谴都无法抵御这股排斥的力量，我们现在却能够站在这里，难道这里的智能因子已经不像当初那般稀薄了？也难怪无质空域能诞生出领域级。行了，赶紧先出去，再磨蹭下去的话，我当然知道。不过，我们似乎被人给钉死在这儿。啊！不愧是安朵莫拉的最强序列，红。本来还想再埋伏一波的。陆启寒，你打算同时对付我们4个不成？答对了。释放领域！不行，他的智能太过炽盛了，我的领域完全压不出去。不好，阻止他！你们先出去，我拖住他。在我的领域内，所有智能皆不得外放，除非你的领域强于我，否则就收起这些小把戏，乖乖与我近身肉搏吧。蜘蛛，你的领域，维持你领域体的智能已到达极限，若释放领域用不了1分钟，你就会被打回过去原形。如此也好，
小僧正巧略懂一些拳脚功夫，那么得罪了。你就。那个领域级往冰墙外面去了！该死！要是让他出去的话，不用管他。那个人好像是恒族来偷家啦！不可能！机械皇女！有实体的感觉真不错啊。为什么？你不是已经被一位匹配度100%的绝对序列体温养着我的主心核？现在的我不但本源完整，智能比起以前还要浓郁得多。深空文献中记载的绝对序列体，真有这种存在？难道是那个陆启寒？好了，你也该上路了。等一下，即便你们曾算得上半个恒族，可如今多数机械族早已从意识分离中觉醒了自我，并仅以机械族自居，你也没必要为了恒族与整个安朵莫达为敌。恒族先驱为追寻永生，将自身意识映射至异共切体，造就了机械族始祖。历经万载，机械族虽衍生出许多分支，但我们皇族始终保留着完整的恒族祖义。我即是恒族。不错嘛，看来你已经适应这里了。倒是我小看了你，刚踏入领域就有这般实力。你们恒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可怕。首座，不好了！恒族那个领域级杀到我们疆域来了，梅洛大人正在与他交战，可情况似乎很不妙。你们赢了。我的领域。首座，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吧？
结束了。记住，让我好好教训下他！这家伙以前在学院就处处和我作对，你还好意思说？行了，这些家伙以后你也未必见得着了。陆启寒，我们立个约定如何？约定？我承认，这场战争我们胜算渺茫。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还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本？若是我不惜代价，完全能在被你击杀前出去将你们的人尽数歼灭。到了你我这个境界，你应该清楚我所言非虚。这是威胁吗？怎么会？这不过是我最后的筹码罢了。说，以我接下来一战，若我胜了，你们便配合我们关闭无质空域的2条通道。2条？不必装了。无质空域本就有2个空间节点，一条是上古时期被打通的，另一条恐怕是元太镇系的人所为吧。否则我实在想不通你们另一位领域级是如何出去的。那若是你输了呢？我要是输了，安朵莫拉疆域将彻底接纳横族，并帮助你们重建家园，不论是无质空域还是外面，并且在不破坏秩序的前提下，你可以成为新一任的界首。真到了那一步，安朵莫达的命运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你这单纯就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吧。不过也不是没得谈，若我赢了，就将新构镇系全部放逐至灾兽母巢死寂星域，要是他们全部战死在里面，就由你们守续者接着顶上，没意见吧？约定成立。赫纳利亚大人，界首他被天启大人干掉了！界首他被天启大人干掉了！界首他……赫纳利亚大人，天启大人。舔狗，你小子，该不会……那个是舔狗，你个二五美给我站住！战争可以输，舔狗必须死！赫纳利亚大人救我！回来了，他们回来了！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守续者们发现灾兽母皇后，安朵莫达的序列强者尽数倾巢而出，合力将母皇斩杀。至此，持续已久的灾兽危机终于得以化解。啊，是爸爸妈妈！青羽，这位可是前任界首，虽然他只当了1天就嫌麻烦卸任不干了，但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安朵莫达最强序列哦。陆经理，你也太能吹了！好了，我们放学吧。咦，青羽，你晚秋姑姑还没来啊？以前总是第一个等在门口呢。今天是妈妈来接我哦。这样吗？那不是。
妈妈，这位怎么会在这里？哇，是他！先生，即便您出身横族，可仅凭您宁书级的实力，想要担任巡星使一职，实在难以胜任。你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如假包换。测谎仪没有反应，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尊贵的巡星使大人了。心宽路阔，事过无波。人若犯我，绝不啰嗦。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服就上，别瞎徘徊。此乃大乘活法。界首，班提亚那家伙又闯祸了。本来是派他前去调停炎族与黎族的纷争，谁知他二话不说，直接把两族人各揍一顿。基乃不是也跟去了吗？这个他也跟着班提亚一起上去揍人了。不愧是某人带出来的两个家伙。结果呢？两族握手言和了，那就行了。妈妈，我想去找天启阿姨玩。去吧，顺便去隔壁星域把你爸叫回来，他肯定又跑去钓鱼了。耶！你们横族似乎还有不少人留在了无知空域啊。星空万族逐星河而居，依星域而立。安德莫达的航道通达，各族早已习惯了随时迁徙。可我们横族不一样，外界再广阔，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牵绊也不会轻易割舍。回去看看吧。